这太欺负人了，小姐，咱不嫁了，回去吧。我林若锦今日奉旨成婚，嫁的乃是楚王殿下。纵使这一身鸡毛红冠，但谁与我拜堂，谁就是楚王殿下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大喜之日，在座的各位，谁擅长丹青啊？不妨为我二人作画一幅，我赏黄金10两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幅画作贴遍京城，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出我们楚王殿下的英姿。如果这楚王殿下是公鸡，那这当今皇上又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呢？这个坏女人！放肆！口无遮拦，目无尊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只是就事论事罢了。倒是王爷你用一只公鸡跟我拜堂，到底是在羞辱我，还是在羞辱皇上？这个坏女人！牙尖嘴利，去把她的面具撕掉！我要让她当众出丑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怪不得人人厌弃。王爷倒是仪表堂堂，但这般行事，不也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吗？你。小姐，你的脸好了，真不能相信啊！这般容颜，完全配得上我们楚王殿下，还搞什么公鸡拜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没想到你的脸居然恢复了，这一切都是你苦心安排的吗？这是你的王府，应该说今天这一切都是王爷你安排的。还有这个婢女，不也是你们王府的吗？没有，王爷，我真的没站稳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娶我，我也不愿意嫁你。可既然皇上都已经赐婚了，这该走的流程是不是得走完啊？大不了走我和离呗。和离啊？你以为本王会信你的鬼话吗？王爷，你今天要是敢违抗圣旨，那我林若锦敬你是条好汉。王爷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不能抗旨啊。拜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放心，本王早晚有一天休了。求之不得。好一个林若锦，我还真是小瞧她了。幸好王爷今晚不会跟这个坏女人洞房。主子，听闻这林若锦一直懦弱可欺，任人揉捏，怎么现在像变了一个人？我管她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要让她知道，在这个楚王府，谁说了算？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府里的椅子都拿去修了，就剩下这一把，这早膳只能委屈姐姐站着吃了。小姐，您才是正妃，她只是个妾室，哪有您站着她坐着的道理啊？没事儿。唉，什么正的妾的，本来我也不想做这个王妃的，到时候该离就离了。这个凳子啊，就让她去坐吧，大不了咱们拿些东西回去吃啊。姐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手滑了。这早膳，要不你趴地上吃吧？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，你凭什么弄翻我家小姐的早膳？你个贱婢，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怎么样？姐姐，
你这个下人没规没矩的，我替你教训一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，不过接下来我希望你也别介意。说什么？什么猫？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楚王府打人？他一个妾室，我打就打了。我可是皇上钦定的楚王妃，他柳依依刚才对我不敬，我教训他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别以为你有圣旨就可以高枕无忧，总有一天，本王定会休了你。好啊，那王爷加油，妾身拭目以待。你。饱了，小猪，咱们走。是。李若锦这个坏女人，我一定不会跟她善罢甘休的。主子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姑奶奶就给她来点狠的。动手啊！啊！废物，用点劲儿！林若锦，我要让你在这个王府彻底待不下去。小猪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王妃，王爷传您去书房。他找我干什么呀？萧夜寒，你找我干嘛？哇，这萧夜寒还有这么多医书呢。这要是我们两个和离了，应该算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带走几本，应该也不算过分吧。李若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呀，这不是许副将的战甲吗？当年许副将为了救王爷，战死沙场，尸骨无存，只留下这副战甲。王爷视为珍宝，从来都不准别人碰的。姐姐，就算你对王爷再不满，也不能拿这副战甲撒气啊！柳依依，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动你？我来到这儿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这样了，不是我弄的。人赃并获，你还敢狡辩？本王只是不愿与你洞房而已。没想到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报复我，本王还真是低估了你。我前脚刚到这儿，后脚你们就来了。是你告诉他的吧？这么低劣的栽赃手段，
也只有傻子才会相信。冤枉啊！王爷，妾身对王爷之心天地可见，又怎会做出此等丧心病狂的事呢？啊，倒是姐姐，她一向诡计多端的，先是给王爷下药，又在喜堂上公然羞辱王爷您，现在她还污蔑妾身。王爷，您可要替妾身做主啊！不知悔改，冥顽不灵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关进柴房，不批完柴房所有柴，谁都不许放她出来。萧夜寒，萧夜寒，我真想给他做一个脑部切片，看看他脑子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被关在这破柴房的滋味儿怎么样呀？妾身怕你寂寞，特意来陪你说说话。九哥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恶女人，她毁了你爹的战甲。你这个坏女人，竟敢弄坏我爹的战甲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这个小孩，到了你这个年纪，该懂的都该懂。你该擦亮你这个小眼睛，好好看一看，到底谁是好人，谁才是坏人。这九哥可是许副将的遗孤，王爷收养他之后视若亲生，他在王爷心中的位置啊，可比你高多了，是你能教训的。九哥啊，等会儿见到王爷，知道该怎么说吧？我要告诉义父，王妃是天底下最坏的女人，让义父赶紧把她给休了。利用一个这么天真可爱的小孩来争宠，你良心不痛啊？哎，那又如何？跟我斗，你差远了。九哥，九哥你怎么了？不好了，九哥好像被糖葫芦卡住了。卡住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要不用水给他冲下去？不行，不能灌水，这会要了他的命的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起来！乌卡豪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窒息的。你松开我！来人，把这个恶女人给我按住！松开我！按！我说不能灌水，松开！松开！九哥，起来！伊乌卡豪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5到15分钟。你干什么？等你们找到大夫来，黄花菜早就已经凉了，别碰我！这干嘛呀？这搞的什么东西啊？到底？这叫海姆立克急救法，是通过给腹部施压，挤压到胸部，再让气管里面的异物排出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九哥他有个什么3长2短，你就等着负全责吧。王爷，你赶紧去看看吧，王妃她要把九哥弄死了。什么？林若姐，你找死！王爷，九哥他没气了，他死了。让开！阿九！毒妇！连孩子都不放过！姐姐，我知道九哥他因为盔甲的事情顶撞了你，可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呀，你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能对他下此毒手啊！我今日要你以命偿命！你松开！我能救他，我能救他，他还有救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九哥他都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居然连他的尸体都不放过！你这样，你对得起王爷，你对得起许副将的在天之灵吗？火冲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，往死里打！是。走。萧月寒，我明明是在救人，你简直就是有眼无珠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继续打，用力！扎实了。
你怎么？义父，阿九好害怕，阿九差点永远见不到您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跟义父说说。刚刚柳姨娘给我吃了一个糖葫芦，我被噎住了，然后柳姨娘又叫人在我嘴巴里灌了好多水，后来我越来越难受，就动不了了。柳氏，王爷，妾身只是想用水把9个的糖葫芦冲出来，绝对没有要害他的意思啊！无用蠢妇！阿九，然后呢？然后不知道是谁在我肚子上按了好久，糖葫芦被按出来了，再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没事，我们现在没事了啊！来人，把阿九抱下去，让大夫给他好好检查一下。是。柳氏胡乱施救，险些害了阿九性命，禁足半月，再罚他1年月令。是。王爷还打吗？还不赶快把王妃送回房去？是。我讨厌这该死的封建社会，一言不合就打板子，简直是没有人性。这王爷下手也太重了。该死的小野汉，你让他给我，我轻点，轻点。小野汉，你这个人还有没有点礼貌啊？进别人房间你不让先敲门啊？整个王府都是本王的，何须敲门？宫中御赐的金疮药，本王赏你的。要不是看在你救了阿九的份上，你就算死，也不关本王的事。王爷还真是猴子学走路，假惺惺。你当初若真的在救人，挨板子的时候为何不辩白？你耳朵聋啊？我说了那么多遍，你信吗？你心里面不都一直认为我是心思恶毒吗？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不都一直觉得我是居心叵测吗？当初你还给本王下过药。一码归一码，反正许福将战甲被毁一事与我无关，你爱信不信。可笑，你以为本王是无知小儿，任你欺骗吗？行啊，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那咱俩也别在这扯有的没的了，干脆离了算了。林若锦，你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欲擒故纵这套对本王无效。普信男，从古至今走到哪里都有普信男。王爷，查证过了，战甲上的脚印果然是柳侧妃的。把柳氏的1日3餐改为1餐，再罚他抄100遍女妾。那王妃那边，本王向来是非分明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哪怕像她这种女人，也不破例。想个法子补偿一下便是了。王妃明日回门省亲，肯定会求王爷陪同一道，不如王爷给个面子，开个恩。便宜他了。这脸上的毒算是解了，可这下毒之人还没找出来呀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搞的鬼。小姐，该出发了。这是您让我找人打造的东西。这些都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个可全都是我吃饭的家伙。你跪下，我要骑大马。小宝乖，待会儿再骑，咱们先迎接王爷啊！已经日上3竿了，那个女人还没起床吗？明知今日回门还如此懒惰，成何体统？王妃她1个时辰前就独自出发了。哼，算的还有些自知之明，知道本王不会同她回去。王爷，您昨天不是还说要给她一个面子吗？
你听错了。不会啊，王爷，昨天属下听得清清楚楚，绝对不会错。从今日起，你的一日三餐也改为一餐。我娘，姐儿，姐儿，你的脸好了，太好了，妹妹的脸好了，在楚王府想必更得楚王宠爱了吧？哎，王爷呢？我没叫他，自己回来的。说的好听，我看你是被王爷厌弃，不愿意陪你回门吧？要不是皇上赐婚，王爷又怎会娶她为妻？现在脸好了又怎样？还不是要遭王爷厌弃？我看啊，过不了多久，王爷定会休妻。那我还求之不得呢。废物！本以为能嫁给王爷，为家里添些助力，没想到你竟如此的无用，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。哼！怎么，父亲你一直自诩文官清流，到如今沦落到卖女求荣了？早知道当初你怎么不多生他10个8个女儿，全都嫁到宫中？那个时候父亲您可就有滔天的富贵了。你是个义女！老爷，别跟他置气。你少说2句，别再惹你父亲生气啊！哎呀，老爷，你看姐儿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要不咱先吃饭？哎，老爷，老爷。来，多吃点啊！去了王府几天，都瘦了。哎，小宝，打坏人了！哎，你干什么呢？赶快给我娘道歉！二小姐凶什么凶啊？人家小宝还只是个孩子，你又何必跟个孩子计较呢？就因为还是个孩子，就更应该好好管教。他现在都这么大的年纪了，小宝，该懂的事情也该懂了。一味的纵容，只会越来越坏。锦儿，算了，不打紧。老爷，咱小宝昨天在马市看中一匹骏马，非要吵着闹着要买，也不贵，才800两银子。买，只要小宝喜欢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老夫也去给他摘下来。谢谢老爷。可是妾身问了账房，说是账上的银子不够呢。你是怎么涨价的？账上这点钱都没有吗？这几年，我的那些铺子一直亏损，府里开销又越来越大。姐姐就别在咱大家伙面前哭穷了。你给了你女儿多少嫁妆？你不说，想必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清楚，是把咱府里这1年的银子都给出去了吧？什么？真是胡闹啊！嫁给这么一个蠢货，要给这么多的嫁妆吗？真不该让你这个商后之女来涨价！有完没完了？我倒是想问问父亲，你每个月的俸禄是多少？林府整月的开销又是多少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看来父亲是不愿意说呀。那我就帮您来算笔账吧。父亲官居4品，在大俸的制度，您每月月银80两，俸米50担，而林府整月的开销高达白银1000两。那么我想问问父亲了，这多出来的银子是从何而来啊？难不成父亲平日里贪赃枉法？胡说八道！老夫一生为官清廉，从未做过贪墨之事。就算是圣上派督察院来查，老夫也丝毫不惧。行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多出来的差额到底是从何而来啊？蓝姨娘，你那个官居7品的爹，有事儿没事儿逢年过节就来这里打秋风，那看来他也没什么积蓄吧？没错，府里用的银子都是他的，
但我好歹也是正经的官家小姐，她呢，不过是个商户之女。要不是手里有几个臭钱，哪轮得到她做这个当家主母？你既然说我母亲身份低微，还心安理得花她的银子，那你岂不是自甘下贱？你，贱人，你敢说我娘下贱？起开！你竟然敢推我！老爷，你看看，放肆！蠢妇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东西，满身铜臭，毫无教养，简直跟你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铜臭！当初要不是我娘出钱供你读书，就你一个穷书生，能一路科考，平步青云。你现在倒是当大官了，对我母亲不但不感恩戴德，反而对她百般羞辱。我倒是想问问父亲您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难道是读到狗肚子里了？姐儿，快别说了！反了！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你竟然敢骂老子！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老爷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今天非要打死他！你敢打？我是楚王妃，你敢打我，就是在打楚王。父亲若是敢违抗皇令，那就是放着皇家颜面而不顾，你敢吗？哼！站住！父亲您身为礼部郎中，难道不懂得朝廷礼法吗？顶撞王妃，应当如何？老臣刚才多有冲撞，请王妃恕罪。娘，我们走。何必为了我跟你父亲闹？这种日子我早就习惯了。哎呀，娘，你说你既然过得这么不幸福，那你为什么不和离啊？这种话可千万别再说了。女子出嫁从夫，就算有天大的委屈，也只有受着的份儿。可女人也是人啊，那是人就有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权利。什么三从四德呀，全都是封建糟粕。你在王爷面前可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。王爷，密谍传信，科举舞弊案有线索了。人在何处？京郊竹林。参见王爷，小人信不辱命，证据到手了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小心！快把人带走！走！追！母亲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脸上这块红斑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当然记得，你14岁那年高烧了3天3夜，差点醒不过来。我当时被吓得6神无主，多亏了你大姐日夜不眠，亲手为你熬药喂药，才把你给救了回来。只可惜，从那之后，你脸上就生出了一大片红斑。母亲，这是府上刚做的糕点，您和妹妹边吃边聊吧。来得正好，我刚刚还在跟简儿说呀，5年前多亏了你，帮她捡回了一条命。母亲跟我何须客气，我亲娘走得早，
是母亲亲手把我抚养成人，这份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。我今日来，其实是来向母亲赔罪的。都怪我，没有打理好铺子，害得账上银子短缺，让您被父亲责骂。傻孩子，做生意有挣就有亏，很正常，你不用太过自责。我有一个主意，现在行情不好，若是能变卖掉一半店铺，把钱用来开拓新的业务，母亲觉得如何啊？不妥，这些铺子都是我娘家祖传下来的，积累深厚，不可随意变卖。是我冒失了。我脸上的毒斑是由黑猪草造成的，此物属于狐药，产自西域，珍稀罕见，京城中只有皇家医馆才有售卖。那如果我找到了销售记录，下毒之人不就水落石出了？皇家医馆，霍冲。大夫，快啊！大夫，怎么样了？救不了，剑上有毒，且中箭处靠近心脏，一旦拔剑，必死无疑。老朽实在无能为力。大夫，求求你再试试吧，万一能救活呢？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没用。是你！松开我！你还跟踪我？谁说我跟踪你？我是来找大夫的。松手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放开我！瞳孔扩散，毒素已经侵入气脉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我想救他。毒妇，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的命，那本王就先要了你的命。松手！松手！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毒妇，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给你扎了一针毒药而已，先是四肢麻痹，如果不及时服用解药的话，你就会全身溃烂而死。哎，你松开，松开！你竟敢给我家王爷使用毒药，赶紧把解药交出来！想要解药，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过来帮忙，快来！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刀。李若琴，本王叫你住手，你听到了没有？镊子。毒妇，住手！再折磨他，本王就把你碎尸万段！毒妇，擦汗。给我擦汗！哦，哎，可以了。这个人吵死了。不许动他！给，把他嘴堵上。你住手！王爷，对不住了。针。
手术很成功，他要不了多久就能醒了。神乎其技，神乎其技呀！姑娘简直是一仙下凡，老朽佩服。别，大夫，您谬赞了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好。解药呢？我给他下的只是普通的麻药。再说，现在药劲儿早就已经过了。起开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没事吧？大夫，你是否记得5年前有没有人买过黑猪草？黑猪草？这黑猪草毒性巨大，价格又昂贵，基本无人问津。倒是5年前，确实有人来医馆买过的。那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人的长相？那女子戴着面纱，看不清长相。不过老朽记得，她左手手腕有一颗红痣。都怪我没有打理好铺子，害得账上银子短缺，让您被父亲责骂。是他。每次都只这么点儿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银子远走高飞啊？这个老女人，说是让我打理铺子，实际上对我防备的很。我要是想拿到钱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养人鼻息的日子不好过，要我说，干脆把这些铺子全都据为己有。你可有主意？你可真坏！我还有更坏的呢。娘，还是你最懂事。你来干什么？这可没你的位置。这是我攒了几年的提己钱，姨娘拿去给小宝买马吧。哼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姨娘别误会，我只是心疼小宝。如今家中银钱短缺，可怜他小小年纪，也得跟着一起受苦。你还好意思心疼小宝？还不是因为你经营不善，连区区几个铺子都打理不好。姨娘有所不知，这铺子名义上是我在打理，可实际上全都是大夫人在背地操控。可恨他思想保守，不懂变革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铺子就全部被他赔光了。那怎么行？那到时候我们全家不得陪着喝西北风啊？要是姨娘能从母亲手中夺来铺子，再交予我打理，我保证每年能赚到这个数。5000两，5万两，还不赶紧给大小姐赐座，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！是。12间铺子，总共亏空了10万两。你们两个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就不怕掉脑袋啊！二小姐，二小姐饶命啊！这都是大小姐逼我们干的。我问你，5年前的这一夜去哪儿了？哎呦，二小姐，小人真的不知道啊！这账册平日都是大小姐亲自保管。你想不想要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？请二小姐明示。你把大家都喊来，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些年我娘的铺子呢，年年亏损，
导致府里面的月银亏少，入不敷出。你还有脸说这个？你看看咱们家现在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，连匹小宝喜欢的马都买不起。既然姐姐不善经营，那就应该把铺子的管理权交出来，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管理。老爷，若是把这些铺子交给妾身管理，我保证每年能进账3万两。真的？那当然。好，你赶紧把手中的铺子交给兰儿。这些全都是我娘的陪嫁，凭什么让她交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姐姐既然已经嫁进了林家，那就是咱们林家的人，这些铺子自然也都是林家的铺子。说的没错。你今天若不把铺子交出来，我非休了你不可。母亲，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，您就把铺子交出来吧。心儿，你真是好一出逼宫大戏呀！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林锦仙，你可知罪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带进来。你这到底是要做什么？我彻查了铺子里面所有的账目，其实这些铺子啊，年年都有盈利。那为什么账上还没钱啊？问得好，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啊，有一个蛀虫，贪了足足10万两啊！10万两？掌柜的，你来说说。是大小姐，她仗着夫人信任，从不查账，明里暗里从铺子里支银子。她还威胁小人，要是敢说出去，就杀光小人全家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肯定是你贪污了这些银子，还妄想栽赃陷害于我。小人所说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虚假，愿天打雷劈。哎，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心儿，这是真的吗？是你们母女2个人合起伙来污蔑我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。行，那咱们就说说5年前你害我脸毁容之事。什么？5年前我根本就不是因为发烧才毁容，是因为他给我下了黑猪草之毒。我没有。锦儿，你会不会是弄错了？小朱，带人进来。这位是皇家医馆的刘大夫，黑猪草只有在皇家医馆才能买得到。刘掌柜，你一定记得买药之人吧？是的，老朽记得，买药之人，左手手腕处有一颗红痣。可否是这个？就是他。不是我根本没有买过什么黑猪草，肯定是你污蔑我贪污不成，还想诬陷我下毒。掌柜，黑猪草多少钱一条？500两整。谢谢，2位可以请回了。巧了，5年前的5月17日，你恰好从铺子里支出了500两。这件事情，该不会是巧合吧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不可能，这账册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真的那夜已经被我死。你承认了？大家听到了，他自己承认了，所有的事情，全部都是他做的。锦儿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，你怎可下毒害她？这5年来，她过得如此痛苦，你难道就不内疚吗？我凭什么内疚啊？她只痛苦了5年，我呢？自从我娘死后，我没有1天是不痛苦。凭什么她有钱又有颜，还有亲娘疼爱，而我却什么都没有？是，我就是嫉妒她，我就是要毁了她。走开！
这么多年，我对你视如己出，只要有锦儿的，就绝对不会少了你那份儿。你何苦还不满足？你小假惺惺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对我好，都是为了你那个贤良的名声。对我，何曾有过半分真心？什么视如己出？我呸！我娘若不是真心待你，怎会把铺子交给你打理，让你贪了这么多的钱？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东西！孽障！下毒之事我就不追究你了，赶紧把贪污的银子给我还回来！银子早就被我藏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得到一分。你进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什么人？凭什么抓我？李郎，放开！大姐，你贪污的那些银子，是不是都给你这位情郎花了？什么？情郎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我晚点再教训你！畜生！把我家的银子还回来！银子？什么银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承认是吧？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承认为止！哎，你们敢动我，我家主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给我打！我看谁敢动手！下官参见世子。凌大人一个区区4品文官，好大的威风啊！竟敢对本世子的人滥用私刑。下官真不知道这位公子是世子您的人。错了，他只不过是本世子的一条狗，但即便他是本世子的狗，你也惹不起。世子教训的是没用的东西，连这些下三滥都对付不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！哎，世子，他偷了我家10万两银子啊！是这个女人自愿赠予我的，她送我银子，我陪她睡觉，多公平！你说什么？听到没有？这银子是你女儿睡男人的嫖资，岂还有要回去的道理？站住！堂堂世子，指使自家邻人诱奸闺阁少女，诈骗巨额钱财，这已经触犯到大奉律法了吧？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跟公鸡拜堂的楚王妃。我爹是堂堂的中永侯，就凭你一个有名无实的王妃，能奈我何？世子好大的威风啊！参见楚王殿下。是，王爷，把这戏子押到官府，即刻问审。走。世子救我！世子，世子救我！王爷，那个李玉香挨了一顿板子之后，全部都招了，10万两银子已经全部追回，并且交到林夫人手上。林锦欣也按照王妃的意思，被送到了乡下的庄子关了起来。今天的事，谢谢你啊。你救了本王的人，本王欠你一个人情。现在你我两清，不要妄想以后本王会对你假以辞色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呀？谁都得往你身上贴。站住！本王警告你，从今以后，你再敢用那怪东西扎本王，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。你要是不惹我，我自然不会扎你。可你要是敢惹我，我照扎不误。哼！圣旨到。
宣楚王、楚王妃明日进宫参加七夕宫宴，钦此。遵旨。待会儿拜见皇后娘娘，切记谨言慎行，宫里不比宫外。你要捅出什么篓子，本王定不会救你。叶寒哥哥，叶寒哥哥，真的是你。月溪，好久不见。月溪已经有4个月零12天没有见到叶寒哥哥了。月溪以为叶寒哥哥都把我忘了。我没有。真的？哎，这就上手啦？是月溪冒犯了。无妨。你怎么进宫了？皇上将我指婚给了燕王殿下。你要嫁给三哥？月溪一想到要嫁给除叶寒哥哥之外的人，心里就好难过。都是本王的错。若本王当时不被奸人暗算，也不会与你错过。叶寒哥哥，你别这么说，都怪月溪福薄，没能嫁给自己深爱的人。姐姐，能否让我单独和叶寒哥哥相处一会儿？你且走远点。你们两个要说悄悄话，你们俩不会自己走远点？凭什么让我走？李若姐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蛮不讲理？到底是谁蛮不讲理啊？我，好歹算是你名义上的王妃吧。你在这儿和这个女人卿卿我我，哦，现在还让我给你们两个腾地方啊？姐姐，夫为妻纲，你作为妻子，怎么能在外人面前顶撞自己的夫君？你若有气，就冲我撒吧。算了，不用理这个不识好歹的女人，我们去别处。姐姐，身为女子，夫为妻纲，什么玩意儿？茶里茶气，气死我了！叶寒哥哥，听说你在调查科举舞弊一事，燕王殿下也牵涉其中。你想为他求情？岳熙不是不明事理之人，虽然燕王殿下是岳熙未来的夫君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但岳熙也不会徇私的。若他真的有罪，也请叶寒哥哥不要惦念岳熙，秉公执法即可。你放心，就算三哥获罪，我也会竭尽全力护你周全。岳熙不是担心自身安危，而是担心叶寒哥哥你。此事牵涉众多，叶寒哥哥若没有万全的把握，切不可上报，否则恐遭反咬，引火上身。谢谢你，岳熙，你总是替本王着想。叶寒哥哥，今天是七夕节，你还记得10年前我救你的时候吗？
当然记得。你怎么了？只可惜，都怪月溪太贪玩，把那枚玉佩弄丢了。无妨，你的救命之恩，本王永远都会记得。光天化日，不知廉耻。殿下，皇后娘娘有请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好。口口声声说什么不会我，还是一点都不肯通融。萧夜寒，你可真是个不通人情的榆木脑袋。小姐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对付萧夜寒，我有的是办法。月溪与夜寒哥哥说说体己话，不方便外人在场。姐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你一个有夫之妇，都不顾自己的名声与外男私会，你自己都不介意，我有什么好介意的？说不喂还真不喂啊！哎，不吃了。你就是楚王妃？传闻你容貌丑陋，今日一见，分明是个美人胚子啊！母后，您才是艳光四射、风华绝代，在您母仪天下的姿容面前，晨曦不值一提。小嘴真甜，本宫一见你啊就喜欢。现在咱们总算有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妇了。母后，月溪也会是个好儿媳的。啊，你不说我都把她忘了。民间七夕节有女子斗桥比试的习俗，听闻十分热闹有趣。不如月溪与姐姐比试一场，给皇上皇后取乐如何？谁不知道月溪姐姐是京城第一才女，就怕某些人自知蠢笨不堪，不敢应战。过节就过节，整这些虚头巴脑的做什么？本宫对比试没有兴趣，不比。区区作诗而已，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母后，晨曦愿意一试。楚王妃这么说的话，那本宫又有兴趣了，那就比。好。那就以雪为题，请月溪和若锦现场各作诗一首，才高者为胜。月溪已有一首：冷月照寒林，雪花落无痕，孤影伴青灯，独自思故人。不错，此诗把雪夜描写得清静优美，思念故人之情跃然于纸上。月溪果然才思敏捷呀！喂，该你了。唉，一片、两片、三四片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片，笑死我了！你这也叫诗？林若锦，你这诗不会是你娘那个商户女教的吧？四弟，你这个楚王妃就这点水平，简直把你们楚王府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千片万片无数片，飞入梅花都不见。好诗。此诗前3句看似平常，第4句
却陡然将低谷推向疾风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不愧是本宫的好儿媳啊！楚王妃的这首诗确实意境更胜一筹啊！林家从未请过教书先生，姐姐却能做出如此好的诗，此般天资，妹妹佩服。什么天资？我看就是作弊。这诗一定是你娘提前给你买好的，你们母女俩真不要脸！郡主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在作弊？没证据又如何？那你能证明你没作弊吗？有本事由月溪姐姐出题，再做一首。你若做不出来，就得向月溪姐姐磕头道歉。我若做出来了呢？你若是做出来，本郡主给你磕头道歉。一言为定。你出题吧。那就请姐姐以月字为题，作诗一首。楚王妃这首诗必须做得比上一首咏雪更好，才能洗脱你作弊的嫌疑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好诗，遣词质朴，读来却别有风味。望月思乡之情脱口吟成，浑然无际，且立意新颖，独具一格。不错，楚王妃的这首诗堪称银乐的千古绝唱啊！诗我做出来了，郡主，你是不是也该兑现你的承诺了？林若锦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让本郡主给你磕头道歉？丹莎年幼，说话不分轻重，姐姐若如此较真，就显得不识大体了。郡主可是在替你出头，你既然这么大气，那不如就由你来替她受罚。姐姐别生气啊，妹妹也是为姐姐着想，毕竟郡主可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，你这样公然欺负郡主，岂不是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？哎，你可少给我扣高帽啊！君子一诺千金，这郡主是皇室中人，那说话更应该信守诺言，要不然不是更驳了皇后娘娘的脸面？放肆！你竟敢对公母不敬，简直罪该万死！公母，这林若锦必须重罚。好，身为皇族，自当作为表率，千金一诺，不可背弃。楚王妃这道理说得好。娘娘，她可是对您不敬。楚王妃句句在理，哪里来的不敬啊？还是在你林月溪眼里，本宫就是个小肚鸡肠、没有容人之量的皇后。月溪不该。丹莎，你不是小孩子了，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是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行了吧？哎，起来吧。丹莎从小心高气傲，猛然被如此折辱，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办？林若锦，你身为一个女子，却如此的咄咄逼人，就算你诗做的再好，但论品行，比月溪差远了。楚王妃的2首诗实在令本宫意犹未尽，本宫有个主意，就请楚王妃和林姑娘共同作诗，就以七夕为题，如何？2人怎么共同作诗？这有何难？就由楚王妃来作诗，林姑娘来磨墨。母后，不妥啊！月溪又不是楚王妃的丫鬟，怎能替她磨墨呢？以林姑娘的气度，想必不会拘泥于这些小节。京城2大才女共同作诗，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。皇后言之有理，来人，上笔墨。贱人，今日我非让你当众出丑不可。
住！